大家好，我是 Masa， 我很喜欢吃 cream stew， 就是白酱炖肉。这种料理原本是汤类搭配面包类一起喝的，但是我小时候我妈妈常常做这一道，然后跟白饭给我们吃的，所以我一直以为它是跟咖喱一样，跟白饭一起吃的料理。这一次我要做的料理也是很下饭的，而且这次我会用到鲑鱼，可以享受丰富海鲜香味的烩饭。那做法是很简单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。那这次我买的鲑鱼是像超市那边容易买得到的那种的鲑鱼，已经切好的。使用之前当然一定要处理一下，像这边的皮还有骨头都要去掉。这么大片的话，应该一半的鲑鱼就够了。然后处理食材之前，我通常会这个砧板上面喷一点水。因为这个木头的砧板很会吸收，所以如果这个海鲜直接放在砧板上面的话，木头就马上吸收这个海鲜的味道。所以不管你要切海鲜还是肉片还是蔬菜也是一样，你要习惯就是砧板上面先弄湿一点，然后再开始处理。不一定要用喷水，用这个布也可以湿一点，然后再擦一擦也是可以。那这个鲑鱼的骨头是在大概3个地方吧，所以这个1个、2个、3个。那因为这一次我只要用一半，所以我这边先切成一半。那记得你要用比较坚固的刀子，所以你可以把那个骨头的侧面、旁边切进去就好了。切进去喽 ，OK， 这样就好了。那这个我先包起来，放在冷冻库，下次再用。那先把这个骨头要去掉，所以把这个刀子插进去，哎，这样子插进去喽，这样 ，OK。所以现在是这个骨头跟这边的骨头连在一起的，所以这个要切掉。OK， 那这个骨头你可以熬汤放入味噌汤类也是可以的。这里有骨头，然后这样子削掉。OK， 这样就好了。那这个也是可以放入味噌汤类。这里会有骨头，这个要去掉。这一次我会用这个东西就可以去骨头的，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，其实用手直接拉也是可以的。好，这样子就差不多吧，全部都清干净了。那么我这边这样子翻过来，然后从这里切进去，可以皮稍微拉一下，拉紧。OK， 这样子就清干净了。OK， 那这个皮你可以煎一煎，还是一样放在汤里面也是好的。切成小块。那这个鲑鱼的大小是不要切太小，因为等一下加热的时候它一定会碎掉，所以你要大概预算等一下加热半小时后稍微碎掉的状态，所以你可以稍微切成大块一点点，差不多这样就好了。然后鲑鱼放在这个容器里面，撒一点盐巴，然后这边我有准备白酒。这样子腌的话，可以控制这个海鲜的腥味。那如果没有白酒的话，该用清酒 sake 也是可以的。OK， 接下来我要切红喜菇。接下来我要切洋葱，大概1/8。然后这边有花椰菜，这个是已经穿烫过的。好了，现在就要开始加热。虽然这道料理算是一个炖煮料理，但是我还是会用到这个平底锅。用这个平底锅做也是可以做出来的。奶油放进去喽。好了，那先把这个洋葱放进去。
OK， 炒到漂亮的半透明了。接下来要加入红喜菇，可以炒到金黄色。所以刚刚加入奶油看起来是蛮多，但是加入菇类，然后这样子拌炒一下下，然后它还会吸收这个油分，所以现在就看起来是就不会很油，也不会很干燥的，就是刚刚好的状态。现在就可以煎到金黄色，现在已经闻到非常多的香气味。OK， 现在就差不多了。那我来先熄火，加入这个面粉，分大概2、3次，一次不要加太多，它容易结块。好，先这样子搅一搅，确认均匀，散开。OK， 现在已经没了，加入剩下的面粉。现在就可以倒入牛奶，全部倒，然后马上搅一搅。所以现在就可以看到菇的表面都没有粉粉的，它都是到这个牛奶里面。因为这一次我要做更浓郁的味道，所以我这边还有另外加入鲜奶油。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开火啦。现在是这么稀的，但是等一下会看到变成比较有稠度的状态。OK， 好咯，就现在慢慢开始凝固起来，看到一些稠度，稠稠的，很好，很好。刚刚切的鲑鱼放进去 ，OK。好，轻轻搅一搅。那这些海鲜类是非常容易熟的，所以加热一下下就好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要调味，这边是味淋，还有酱油。我要做成一个和风洋式的口味，所以调味还是会用这个日式的，而且跟白饭一起吃嘛，所以这样子的调味方式，我觉得比较适合。今天的阳光是非常的多，其实比较有气氛了哦，差一点忘记，这里花椰菜这个要加进去咯，漂亮的绿色的放进去喽，哦，变成更漂亮。这样子就差不多了，可以熄火啦。现在就可以装盘，那把这个酱汁就直接淋上去喽，漂亮。OK， 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吃的瓦夫沙蒙クリームライス完成啦。好了，那现在终于可以开始吃了，哦吼！太香了！那我来把直接这个鲑鱼跟白饭一起挖出来。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这个鲑鱼口感非常的嫩，放入嘴巴它容易散开融化的。而且前面我是用白酒跟盐巴入味的，所以吃起来其实有这个鲑鱼本身也是有蛮多风味，然后加上这个和风奶酱跟白饭一起吃，非常非常好吃的。好了，这一次介绍的料理做法非常的简单，这一道料理装在奶热容器里面，然后上面撒一点起司做成焗烤饭也很适合。那如果还是想要吃鸡肉的话，直接改成鸡肉就好了。那希望大家享受美味温暖米饭料理，谢谢。